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女儿专业户杨紫演技升级，吊打肖战，哭戏让人拍案叫绝。Sir 知道你们都在等我聊他。作为国剧当下流量巨无霸，评论早就打起来了。一边5星，连花絮都甜到窒息；另一边1星就很一般。正是预测到这种情绪化的2极评价，Sir 刻意没有第一时间写他，只是在默默看剧，希望尽量不带偏见的完成客观且完整的评价。如今余生已大结局，Sir 发现，无论黑他还是吹他，我们似乎一开始就找错了靶子。余生，请多指教。Sir 当然知道点评他或许吃力不讨好，尤其相关评论已经比比皆是，观众们大可以根据立场和感受选择自己相信的、推崇的、支持的。Sir 只是不忍一部国剧发展成某种派系斗争，毕竟现实已如此撕裂，所以 Sir 倾向先放下任何有可能让我们以偏概全的立场，回归作品。鉴于目前评论几乎全部聚焦于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帅不帅、美不美、甜不甜、尬不尬，这正是我们始终无法客观看待它的原因。评价任何作品都不应该受限于眼前仅有的维度。今天 Sir 想带你们看看炮火之外那片被我们忽略的拼图。当然，缺点应该正视。它不仅关于一部余生，而是长久地限制着许多让我们一再期待又一再失望的国产甜剧。第1集开篇，富有年代感的独白：遇见你的那一天，我一抬头，毫无准备跌进你的眼睛，那种感觉微妙而美好，以至于我每次回想起来，我都想对你说，即使生命再来很多遍，那个春天，我依然想要遇见你。闪光的眼神，微妙的情绪，美好的恋情。很长一段时间里，读者文摘、疯狂阅读等杂志的大批青春专栏作家们都爱这么写。再一查，它的确改编自出版于6年前的同名青春小说。回忆之后是相遇。酒吧里，一个是跟姐妹诉苦的大3学生，被教导主任父亲逼着考研的大提琴手林之孝。一个是为堂弟庆生的高冷博士，华清大学第1附属医院的外科医生顾魏。八竿子打不着的职业，全然不同的爱好。2人本不会有交集，2人这么巧在酒吧遇见了，女主爸爸这么巧生病了，这么巧去的是男主的医院，病历单这么巧被男主看见，然后男主顺理成章跌进他的眼睛。剧集前期的确在尽量稀释狗血和冲突的成分，并以日常的小摩擦、小暧昧代替大开大合的感人爱情。比如2人从1至17集发生的一次次接触中，涌现了 N 多甜蜜注释、暖心瞬间、敞开心扉。这种尽量有没有效果，见仁见智。如果你是放学下班了，闲着没事想轻松轻松，可以认为那些是轻快的、清新的、甜到心尖尖的。如果你单纯无意间在首页刷到，也可以认为是悬浮的、老套的、尬到令人无语的。这取决于你想要看到什么，又愿意看到什么。但放到国产甜剧类目中，稍稍比对就会发现，它依然属于同一套流水线所生产的为巧而巧牌巧克力。日子缓慢流逝，感情逐渐升温。你看，集大巧者的18集表白日到了，霸道总裁家失真反转。他是我喜欢的人，麻烦你以后对我喜欢的人不是对我女朋友客气一些。一切又像兜圈子般回到原点。2集误会，2集解释，1秒心动甜蜜表白，情侣吵架突然和好，意外状况再吵2集。Sir 恍然大悟，原来他只是在安全区内谨慎的闪转腾挪，披上日常感，骨子里依然是既往甜剧的圈地自萌。
好，感情戏说完，我们再来看看亲情戏。如果说余生占比最重的爱情戏依然没逃出国剧惯性的悬浮，那么亲情戏在同行衬托下竟然显得出乎意料。在甜之外，剧情还有大量的烦。Sir 没有用悲这个词。林之孝遇到的阻碍都有哪些？对自己要求过高的爸爸林建国，总之就没有他这样当爸爸的。被传统理念压制，无法施展的兴趣爱好与人生规划。我拉大提琴，我当乐手，我怎么就成社会渣子了？你看他怎么对抗这些阻碍？不是理直气壮的顶撞，而是沉默许久后才委屈巴巴低头哭泣。相比于底气十足、已经验证过老师之路走得通的父亲，林之孝更多是迷茫。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路是否走得通，梦想是否能够实现，但他不认同也拒绝接受父亲起草的人生规划书，只能边哭泣边叛逆。你在学校当你的教导处主任，你回家还是当教导处主任？你有过一天不拿教导处主任的姿态要求过我妈？我是不会考研究生的，我也是不会当老师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至少对比陈旧的感情戏，余生在亲情线上一定程度舍弃了传统偶像剧必备的大悲大喜，他所设计的矛盾是更多普通人可知可感的烦恼与彷徨。看剧时 Sir 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评论，不忍看见杨紫哭。弹幕、豆瓣、后台留言俯拾皆是。为什么许多人称赞杨紫哭戏有感染力？她演技的确过关，可我们容易忽略掉前面的铺垫。杨紫做对了什么？一方面来自她多年角色的积累，作为女儿专业户，从《家有儿女》算起，杨紫活跃在荧幕17年，许多人都会有一种看着她长大的老父亲式慈爱。从夏雪到胡香香、锦觅，再到童年林之孝，她似乎一直是那个刁蛮可爱的邻家少女。即使有一定形象固化的限制，但同时也为她赢得不少赞誉和豁免权。别说观众 ，Sir 有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喻。就像李小龙说的，我不怕会10000种招式的人，就怕一招练10000遍的人。在 Sir 看，正是杨紫长期在同类型角色中的磨练和在观众心里建立起的信任，冲淡了剧集本身的一些悬浮氛围。当剧情发展到后期，更多是剧情本身与所有人的表演相辅相成。林之孝父亲林建国患癌，对。冲突又突然而至，这是国产影视剧的通病，在重大命题上绕了个弯挠了个痒，便急切宣布主角有了人生归宿，解决了人生难题。Sir 并不厌恶冲突，甚至夸张的冲突，毕竟生老病死也是我们会面临的现实。我们应该警惕的是冲突前置于情理，为了反转而阉割人物动机。回到余生，起因父亲的癌症是有铺垫的，并不显得突兀。看看这次绝症对人物做出了什么转变，即普通人如何面对死亡，一个普通家庭又试图如何消解死亡。先是林父自己，因为胃溃疡住院，却发现自己便血的林父第一时间去找护士写出院申请。他模糊间认识到自己的病不简单。家人所有细微的习惯变化都在挑动着他敏感的神经。女儿天天在医院陪护，言语间不再顶撞，妻子一如既往嘘寒问暖，但对他抽烟极其反感。直到林父无意间听到真实病情，紧闭双眼，瘫软在墙上。按照套路，此时应该出现一个伟大慈父形象，独自承受死亡，为妻女分忧。剧集展示的是一个普通中年人在消化死亡过程中，敏感又多疑，暴躁又呆滞的扭曲状态。家人哪怕迟到一会儿，他大发雷霆；而自己独处时，又眉头紧锁，诚惶诚恐。甚至到手术前的最后时刻，他全然崩溃，从医院跑了，
打电话不接，后来干脆关机，只留下一张带有银行卡密码的纸条。你又以为他是替母女着想，想独自承担死亡？不，他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通透。林父擅自离院后去了车站，他想回老家，想看看贴在墙上的旧物件女儿的奖状、作文、愿望，趁手术前回去拿一下。细看表情，眼神一边在回避，又一边在打转，谨慎地观察女儿的反应。对，他还在说谎，还在掩饰。坐在车站的肯德基里，他平静地诉说女儿小学时在作文里写的愿望：给妈妈做一个生日蛋糕，一起吃肯德基，一起去露营。他并非在掩饰对死亡的恐惧，而是对这个世界上存的留恋，以及这种留恋所产生的自卑与怯懦。杨子被赞叹的那场哭戏，正是在肯德基面对准备逃走的父亲，眼泪并不张扬，低头泪崩，落荒而逃。甚至全家人都试图用自己的谎言包裹住死神镰刀的锋芒。大结局中有一幕，几乎是中国式家庭的写照。林父跑到卫生间去吐，林母赶紧去照顾，林之孝突然回家，大家都对病情心知肚明。大家的反应是如此相似，又是如此矛盾。林母是紧张兮兮的故作轻松，林父是一切坦然的故作轻松，林之孝是极其纠结的故作轻松。都知道绝症是电视剧最常用的套路，可为什么余生的亲情戏没有让观众反感？区别在于，大多数剧集将死亡像核弹般投入剧情，使人物发生毁灭性转变，而他则更加耐心地呈现出投弹之后那些放射性余波是怎样慢慢侵蚀一个人、一个家庭，而他们又做出怎样的负隅顽抗。再看看仅剩不多的生活日常吧，试穿婚纱、排练婚礼、写婚礼誓词。林之孝看着父亲去试西装，才意识到他已经瘦弱至此。林父买来冰淇淋陪女儿吃，那是他小学的愿望。当一个中国家庭发生重大变故时，正是此前所有人没说出口，却又在一举一动间交叉感染的不安与踌躇，才让最后的情感倾泻足以引起共情。这也是 Sir 今天依然希望评价余生的原因。这一点，相信业内创作者比我们更敏感。所以我们国剧在重复与创新之间谨慎的试探，最终形成今天的处境。更多创作者能在一茬接一茬的风潮中，能洞悉那些真正珍贵的不变。